Hello，大家好，我是艾米。今天视频内容比较多，分为3块。第一块是过去我成功的事，第二块是我失败的事，第三块做一个总结。我在国内的大学本科、硕士读的都是临床医学，出国之后的第一个硕士项目也是和医学相关的，紧接着又读了一个博士，也是临床医学相关的科学研究。博士毕业之后，我跨行转入软件工程这一块，也在荷兰的一家软件公司找到了一份作为软件工程师这样一个职位。如果你是我的老粉，可以翻开我之前的一些视频中，会多次的提到我对于我之前的顺利转行成功，本身是很自豪的，觉得自己学习能力也是挺强的，也很喜欢。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没有想到，没有看到宏观经济通过更大的更高的维度去看这个社会的事态的发展。题外话，尽管我认为是行业跨行一切顺利，也算是转型成功，但是呢，其实我已经是处在了行业红利的尾巴。另外，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其实软件工程编码已经不是人类的专属了。我之前在上海的 StarHub 的前同事，他现在上海eBay工作，他说他现在的工作量是以前多很多，工资不变，就是因为用了人工智能工具，工作效率要比之前高很多，但是工作量你知道的，作为老板给你加大工作量，所以你的工作时间并没有缩短，你的工资也并没有因为有了人工智能的工具，你的工资也并没有因此而提升。在我目前的认知框架下，我感觉人类工程师、人类软件工程师尤其是刚入门的，就比方说工作只有几年，算不上很资深的软件工程师，可能会逐步的退出历史的舞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以后也不会发相关的关于编程的相关教学的视频。我也把我之前在一个平台上作为一项技能的编程课程也下架了，是因为我不想误导大家，不想把大家带入到一个就已经落幕的一个行业赛道或者是一个岗位。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做出一些调整。除了职业上的跨行成功，我接下来又经历到了另外一个身份的转变，那就是从一个打工者到一个创业者的身份转变。这也是经历了大概3年多的摸索吧。在我的认知下是成功了，虽然说并没有赚到第一桶金，但是我的整个思维模式或者是平时的日常，对于那种创业是已经把自己的定位已经定位在一个创业者的这样一个角色中，身份就自己内心的一种认可度已经是非常高了。而我定下来的一个赛道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聚焦在国内的银发经济这个赛道。比方说在那个15规划中，除了高质生产力以外，还有一个高质的服务。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中度老龄化，所以这是一个确定性的一种趋势。除此之外，还有一本《银发经济》这本书写的也不错，就是可能的现在已经是落地的一些商业模式。关于银发经济这一块，我会单独拉一个视频会细讲。我现在其实已经在做了，有2个小分支，之后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 follow 我以后的视频。当然我可以说一下，举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就是最近我也参与到一个慢病管理，就慢性疾病管理的一个项目，其实已经有产品了，我是参与到其中的营销推广，当然不是以打工人的身份、合伙人或者是创业伙伴的形式参与到这一项工作中。接下来就讲到我的那个健身，因为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好，也是对自己也很负责任的一个习惯的养成，所以我是反复的在我之前的视频或者是未来以后的视频中，就是反复会提到。具体讲，就是我第一次了解那个健身是源于我2020年的时候回国，当时我哥他家里一个地下室有一层是他做了一个个人的小健身房，当时他试图教我一些简单的一些动作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完完全全没有激起我任何兴趣，我觉得真的好无聊。对，我觉得就是练这个干嘛呢？没有任何的兴趣。而我真正接触健身嘛，是当时因为想去那个健身房跑步机去跑步
我过去有跑步的习惯，但是现在已经不跑步了。那个时候我进了健身房的时候，本来是以跑步的契机加入进来，结果呢被旁边健身教练推销课程，私人健身教练这种形式，所以他说什么价我就接受什么价。当时就是先买了几节课，就当做体验嘛。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是先给我做了一个体脂率啊，一个体重各方面的指标的一个检测，我发现确实有好多问题，想顺带着去上一下这个体验课。但没想到经过这种所谓的体验课进去之后，大家如果有经验了，就买过课的人就知道，进去之后就会断断续续会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像一个人进了美容院，本来只是做一个双眼皮啊什么的，然后最后发现这里好像还需要弄一点，这里也需要弄一点，对我整张脸都换了一遍啊！这是我假想的一个人哈。我在健身房也是这样，最后前后其实花了很多钱，有花了反正至少10几万块钱人民币是有的。那个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是一直和身边人抱怨，会说健身教练坑了很多钱，也退不了钱。所谓的坑我，其实是我的认知低下，只能说我没有看透别人的小伎俩而已，也不能怪别人，因为那是属于正常的商业营销，又不违法。所以我也是从那边学了很多。其实仔细想想，也许就是因为我花了很多钱在那个健身房里，然后其实是很认真的去学，就每天下班之后，那个时候就是我白天下班之后，晚上拎个包从办公室直接去健身房。当时那个时候我的很多同事说，就上了一天班感觉很累，应该回家休息啊或者是干嘛的，然后我就紧接着要去健身房，因为我花了钱了，所以整个的人的那个精力充沛，我觉得和花钱是有关系的。如果是免费的话可能没那么大的动力，但是我也很感恩，在教练的带领下，大概是1年多的时间，我是非常密集的去上课。健身就是这么回事，当你能够在短期内发现那个效果的时候，其实就更容易坚持下来。而我呢，确实是没有想过很快的效果，也是大概就是1个月或2个月，发现整个就是内脂、体脂率啊、肌肉量啊上去了，体脂率下降了，腿型也好看一些。一些简单的，比方说像那个俯卧撑啊，以前是一个都做不起来的，但是做健身啊，整个肌肉啊各方面的核心增强了，从来没有想过能够做起来的一件事情，一辈子都没有想过做起来的一件事情。结果就是在健身房的大概1、2个月之内，然后感觉好像并不难，就做，就是发现了，就像人生开了另外一个窗户一样。打游戏的可能知道，就收获了一枚新技能，那种兴奋感，所以就带着那种兴奋感，就不断的解锁身体的各种从来没想过的一些技能，就慢慢那种惯性就带来了。其实一旦养成了这种健身的习惯之后，大脑里就没有努力呀、坚持这些概念了，因为去健身就像我吃饭、睡觉、刷牙一样，就已经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而已。这我要念一句古文哈：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果你需要减脂啊，或者需要塑形啊，因为这样的原因不得不去健身房啊，去买课啦，其实真正的坚持下来并不多。好些人也听说过，就是买了一些课，但是最后没有坚持下来，因为可能那个反馈弧对他们来说有点长，比方说1个月、2个月还没有看到明显的效果就放弃了。在你没有到达那个拐点的时候，我说的拐点就比方说是你的习惯养成了那个点之前的时候，是内心其实是比较痛苦了，感觉就像是做体力工作一样，身体也很煎熬，内心也很煎熬。但是就像我前面讲的，一旦从健身中获得了那种快乐之后，你就会开始的要投入到你的热情，投入到你的热情之后，效果更好，你就会见到更多的正反馈，慢慢就是这种持续往前就推着你走，完全忘记了过去没有健身之前的你那个状态，你的身体已经完全忘记了那个状态，已经到了一个新的状态。而这个身体一旦达到那种状态之后，其实你的心叫身心合一嘛，身心一旦合一之后，你的整个存在感，你现在的这种状态，收获了纯粹真诚的知心朋友，三观一论一致的朋友，实属人生一大乐事。懂你的人，比方说我语速再快，或者是英文发音
再不清楚，也能够被对方很快的就 get 到我表达的东西，甚至就是我们彼此不说话也能够心领神会，面部的表情其实也能够哪怕再微妙也能被对方读懂。其实更关键的是真心支持你，陪伴彼此，是希望你好的人，就像你自己家里面的父母啊兄弟姐妹那样。如果大家也有这种知心朋友的那种关系，一定能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我在荷兰的莱顿大学的同学，他的父母当时也是表达过，我可以选择不回中国，然后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但那个时候呢，我做了一个选择，是继续留在荷兰，所以我又做了一个软件工程师。另外一个知心朋友也是在荷兰，我做软件工程师工作的时候认识的。去年的时候，我们还在曼谷一起游玩，距今我们相识有8年多的时间了，时间过得是真的很快很快。她和她老公可能会去泰国去养老，从荷兰就搬家到泰国。当时我说，要不我也加入到你们吧，我现在就是攒钱，以后就这是一个计划，我也会在以后的，我不是在说笑，是说认真的，我已经有在规划。等到那一天是彻底放松养老，不需要操心任何事情的时候，是可能整个人就可能会搬到那边去。其实泰国的它那个整个那个养老体系，旅居养老，一些外国人来泰国养老，它整个成本来讲不高，并且那个泰国就在曼谷的私人医院，我上次去曼谷的时候，也陪我朋友去了私人医院，环境是真的好，当然价钱是不便宜，但是它的价钱好像比方说上海的国际医院、私人医院好像便宜一些。关键是在曼谷那边的医生、护士啊也好，英文都 OK 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所以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也来曼谷，除了看病这一块，比方说他的饮食文化，他的饮食其实和我平时吃的饭其实差不多。还有一个就是我有听说，不太确定，因为泰国它是基于就是全民信佛的嘛，他们不会因为利益要赚钱，小商贩会在食品上面做的让人不放心。所以我在泰国时也改吃路边摊，一个是饮食我放心，医疗资源也非常好，然后英语就可以了。规划养老，它整个社区的成熟度其实比上海要成熟很多。这是我看到的数据啊，但是我整个人还没有去那边养老，所以我只能说是以我了解的数据和大家分享，但具体是怎样的，那个事实上面那个医院我是去过，我唯一确定的就是一个饮食让我吃的放心，还有一个医疗的环境，他的服务态度是真的很好，服务质量。因为我朋友他当时提前预约好之后，整个护士啊、接诊啊，真是在私医院环境真的就像酒店一样，很干净，也没有任何的医院的那种药水味道，整个服务态度特别好，整个程序走的是一步一步走的，不急不躁，就是非常慢慢的在推进，而不是急哄哄的很多人在排队啊等候啊，就是慢悠悠的，就一个人负责一个人，并不着急。医生和患者在说话的时候也是非常耐心的解释所有的东西，并没有说还立刻就是晚市要下班，或者是等下一个病人，就真的很耐心。可能这就是医院的整个就是类似于 VIP 的那种感受吧。在我去曼谷之前，我其实整体而言，我对泰国是没什么印象的，唯一的印象就是铺天盖地，你在比方说国内的一些各种短视频啊，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对泰国的各种有不好的有好的。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亲自去体验一下，从来就没有期望过，原来曼谷是真的非常国际化，是真的，就即便是你和那些小店说话什么的，就是用英文就可以沟通了，这是一个语言是方面沟通。另外一个就是我买任何东西我都是感觉很放心，无论吃的用都很放心，价格也便宜也不贵，关键是冬天也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对于讨厌冬天的人来讲其实是很不错的。还有一个就是泰国的人，当地人是真的是那种非常放松，不急不躁的，很舒服。我当时在曼谷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就和我在荷兰的时候感觉好相似，
真的好相似。虽然它是一个东南亚国家，但我感觉真的很舒服，真的很舒服。然后下次我肯定还会去泰国的，因为我只去了曼谷，其他城市还没有去过。我常和周边的人说，我终于做回一次人了，终于成为一个合格的人了。以前别人说你做个人嘛，就像骂人话一样。其实我这句话我都用在我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我就觉得过去我不知道怎么做人吧，过去的我就是那种当然现在还是没有达到我理想中的状态，但比起过去的那个版本的我已经好很多很多很多了。就过去的我是那种内心其实很脆弱的，内核是极不稳，特别容易受别人说什么很容易情绪上头的一个人，经常是感性战胜理性。我是经常用情感来表达各种想法的一个人，同时呢也非常自私，是真的很自私。别人说什么我只考虑我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从来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他为什么说这些话，他说这些话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动机是为我好呢，还是纯粹就是为了贬低我，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但是我从来不去想，我只想我内心的感受就是不爽。无论是我的日常生活也好，还是我的工作也好，像一个木偶一样，就是那个情感就像一条线一样，我是被完完全全的控制住的。但是我很感恩，我真的很感恩，就是在我真不知道是具体某一天，但是我只记得就是2025年下半年的时候，就感觉整个人突然睡醒了。有一次我做冥想的时候，就是说感觉就整个人像汗毛都竖起来了，突然意识到自己被这么多人爱着，可是自己却自私到还觉得自己像一个受害者一样，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又有一次冥想，而这种感觉是反复出现，反复出现。我不知道具体的它的一个trigger也好，但是我有读那个《道德经》，我发现《道德经》里面讲了好多，它真的是在揭示了一个世界运行的一个规则，而这个世界上就可以包括万事万物，也包括人，包括自然，包括社会。除了《道德经》，我自己也看了，就是王阳明一些关于他心法的一些书，所以我完全看的时候，我当时说，这就是我已经找到的那种感觉。然后没想到在王阳明书里边看到，就是和我想的就一脉相承一致，我就感觉到有种非常万分感慨，感觉到自己作为中国人从来没想过老祖宗的东西，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遗产是多么多么的宝贵。以前的时候不懂，也从来不去了解，了解了之后才发现真的可以帮助一个人，说的比较怎么样，脱胎换骨吧。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脱胎换骨，但是叫改过自新，我肯定改过自新了。因为有一次和我爸爸妈妈视频的时候，我爸爸都说，因为他从来没有夸过我，真的在我记忆之中从来没有夸过我，永远是贬低我，永远是语言上的冷暴力吧。但那一次他说他发现我终于长大了他第一次由衷的笑，我当时我也被感动到了。我想和大家分享这句话，看是否你能够认同我这句话，就是懂得爱人，同时呢又不背负责任感的压力，而不是那种所谓社会强加给你的你要孝敬你父母啊，你要干嘛，你要爱护什么什么什么，
感觉到有一种压力。如果你能到达一种你是内心驱动力的爱，去做一些事情，就像你谈恋爱的时候，比方说你给对方帮他做什么事情，你是内心愉悦的，就达到那种感觉。你不是觉得是一种责任感，是觉得内心愉悦。如果那种感觉是可以用在你身边所有的人身上，那就非常非常完美了，就是对方也很舒服，你也很舒服，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去爱自己的家人，去爱那些关心过你的一些朋友啊也好，或者是陌生人也好。好，前面我提到《道德经》，我又要和大家分享一句《道德经》里面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特别好，我一直反复实践。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教。举例来说，以前就是我家人对我言语上的贬低呀、否定呀，我自己内心会立刻的就是反射，我会很难受。我全身心的我的精力全都集中在这一种负能量上，抱怨他们为什么这样说我啊。但是呢，我现在就是面对同样的这种否定啊、贬低呀，我会立刻的去思考对方他的整个作为一个人，他的运行机制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表达这种情绪？为什么会说这些话？他们呢有什么样的动机？他们的机制是什么？而我自己本身不会把心思放在那种自怜自爱上。创业找到合适的合拍的合伙人是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最初创业是3个人，包括我和我的另外2个合伙人，一个人啊他是住在美国，一个人呢是住在迪拜，我们就是不同的3个地方，时差也不一样。每次线上聊的时候，我们都要找准一个时间点。当时在设计股权比例的时候，以及那个实缴投入资本的时候，当时我对此没有一点点的概念，导致最后在那个就是利润分配环节也是冲突不断，大家各自都有自己的打算嘛，小心思嘛，就每个人都不想成为别人的就手下的一种员工，都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控制人。一句话就是项目当时本身是无法推进的，就还没有怎么赚到钱，就开始为前期的利润分配、股权分配争执不休，所以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决断，可能是自己，当时我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也是有自己的就创业公司的，他给我的建议就是，你一开始没有找到合拍的商业伙伴的时候，不必强求，你可以自己一个人推进更快，这样的话你也不需要每次讨论一个新的决策的时候需要一个股东会啊，你用一个人可以做决策，这样可以让它快一些。等你真的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合伙人的时候，你到时候再考虑引入就是合适的合伙人。还在进行的故事，我的频道叫艾米的成长故事，一个关键词就是成长。大家都知道就知行合一，但是为什么就是有时候我们知和行是分开的？因为很简单，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实践的那种场景，没有在世上磨人。我以我亲身经历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种叫实践学习再实践再学习，这个如何闭环的。以商业为例吧，公司的股权架构的基本知识，我之前和我另外2个合伙人当时是起草了一个股权协议书，那个时候是我一个人是既出钱又出力，他们呢是只出钱不出力。我的体悟就是不出钱往往也不会用心花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的风险很小，几乎没有风险，他们只是在观望这个结果。当时我一个朋友依照他自己创业的建议我说，不要给他们股权，只是给少量的分红其中有一个合伙人就跳出来说
为什么我只有少量的分红而没有股权？这样我怎么可能是合伙人嘛？其实不怪他们，我不应该这样来考验人性。然后我也深刻的感到，就是不应该找比较亲密的好朋友，就以前关系还不错的朋友合伙，尤其是特别容易情感用事吧，那些本身没有基本商业认知的人作为合伙人，也是一件比较头痛的事情。就是因为有这样失败的经历，所以我有非常强烈的对股权架构知识的需求，所以我会主动的就去看书去上股权架构的课程。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也会把我学到的知识用于理解我平时感兴趣的企业的股权架构。比如说我在逛街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店铺，然后觉得生意还不错，或者是他的商业模式，或者是他的客户群体或者是他卖的东西，我就顺便依据我现在的位置嘛，然后查询他是哪个公司旗下的一个品类也好，品牌也好，然后会看整个公司，追踪到它的整个股权就结构图透视图，我都会去看。我有就是订阅了一个叫企查他的那个 VIP 会员，所以可以看到他的控制人他整个透视他的股权架构一些信息，以及他有没有一些司法案件或者是一些专利项还有他的那个牵扯到其他的投资项目就大概的会看一下，以及他的流动资金他的财报情况，形成一种习惯了，就有点像以前如果当医生的时候，在工作之余，比方说你经历了什么，你看了什么事情，你就会和你的医学知识就是下意识的进行结合。他说要做什么，然后他的公司什么，我会下意识的就会立刻先查一下，大概知道一下他的公司整个那个财务运行状况吧，以及他的股东股权、投票权，大概这种情况到底谁是控制人对的。平时我也会主动的学一些我对就是国内一些上市公司，尤其是在港股上市的一些公司，比方说小米京东然后他们的股权架构我自己学习，然后大概理解一下。其实好多都包括阿里的股权架构图，以及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架构图，也是比较简单了但是也是比较有趣的。理解公司股权架构的知识是做公司的其中一个很基础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当然作为整个商业的话，我之前有参加过顾军辉的那个线上课程，线下课程也参加过他的一些定位课。其实他就是那个定位，比方说我这样有一本书是定位对，这本书，然后特劳特他一直说这个特劳特是他的老师，他跟特劳特学了，因为他是提出这个定位这个概念的第一人嘛。其实是学了不少，尤其是顾军辉，他除了线下课其实没有学太多东西，因为线下课主要是做什么的是做成交不是做交付，就是还会让你买一对一或更贵的一些课程。当然确实有很多，因为参加线下课的人基本上都是中小型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业主当时我是我们那一桌的好像唯一一个还没有注册公司的人，就是自己只是名上是一个创业者，但是没有一个实体企业的人，他们都有企业的，所以很多人当时在线下的时候也是报一个课，那个课大概是有10万吗还是10几万忘记了，但是还蛮多人的实践课实操课吧，他们这样讲。其实我觉得参加一次这种线下课也好，闭门会也好，其实学到的东西也是学的东西本身不太多，但是可以有好多东西自己真的要打开你的眼界，提高你的认知，有时候就在那某一瞬间提高你的认知，同时呢你也有机会接触到其他的一些中小型企业主他们在干什么，认识很多。我唯一的一点点遗憾就是当时
和不同的一些企业，就中小企业业主啊交流啊什么的，但是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只有几个我们那一小组的人，其他的一些都没有过多的去交流，也只能说就是自己当时也属于那种比较浮的，然后因为觉得自己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实体的一个企业，所以和他们交流的时候感觉底气不足吧，是这种。学了这个定位之后，可以用来理解很多一些公司啊，包括有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之间的对战，百事可乐是怎样拿到它的那一个份额，抢占了它市场的一个份额，并不是可口可乐是一家独大。顾金辉他主要针对的是国内的一些中小企业老板嘛，所以做一些定位。所谓定位就是抢占用户的心。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国内的人来讲，一说到空调，首先想到的就是格力，对吧？你不会想到什么其他一些牌子，就想到格力。一说到汽车，你要说安全，如果是你最先考虑的安全，那么这个安全植入到你心智的是什么？就沃尔沃这辆车。小米的定位是什么？就大家一般买的小米，首先脑袋里的心智就想到的就是性价比高，对吧？所以当小米的时候，他想把手机价格提到，就是想对标苹果，想提高的话就不好卖，卖不动。但华为就不是，华为他把他的那个三折叠手机首先一推来，因为市场没有三折叠手机，它是唯一一家，所以它有定价权，再加上华为它本身它的硬核实力，所以他就把那个三折叠手机甚至定位到1万多甚至2万多，就一个价格定位，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品类定位，还有一些细分赛道的定位，客户的定位，你的某一个特征的定位，就定位清楚，定位打好了。为什么要有定位呢？就是以前商品比较少的时候，生产什么商品大家都会去买，因为本身商品种类少，比方说生产袜子的可能就这一家或2家，然后大家买的时候也就这一家2家。但现在比方说就简单的一个生产袜子也好，生产衣服也好，生产杯子也好，所有东西都很多，同质化特别明显。就产品过剩的时代，我们就要抢占用户心智，就要用了定位。这个定位理论也就是非常适合我们国家现在当下就产能过剩。而用到这个定位，除了用在我们说到的一些商业，也可以用在就是自己。我再把这个定位延伸一下，我目前的定位这个频道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通过我自己的成长故事的例子启发，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学到的东西也好，来给我的粉丝朋友做一个借鉴或做一个参考。如果我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也希望能够助力到大家，也能够提升你们的人生价值，就是我们大家一块成长。这也是我目前对自己的定位。好，最后我们做个总结，身体是一切生活与事业的根基，所以我衷心的希望大家能够养成一个良好的平时健身的习惯、饮食的习惯以及高质量的睡眠。除了身体上面的注意外，另外一个心性修养，就修好身心，能够帮助我们提升爱人的能力，也是有幸能够被他人偏爱。当然避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金钱，金钱其实很重要，它可以解决我们生活中应该说99%的问题吧。这边是我分享我的商业创业经验，复盘自身成长的初衷。好，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然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